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向你们推荐一本足以改变我们人生轨迹的书籍《时间的礼物》The Gift of Time。这本书的作者是享誉全球的时间管理大师艾米丽·桑德斯 （Emily Sanders）。她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业顾问，更是一位在时间管理领域有着深刻见解的学者。他的理念已经帮助无数人从混乱的时间困境中解脱出来，过上了更加高效、充实且幸福的生活。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我们常常感到时间不够用，被各种任务和责任压得喘不过气来。我们渴望拥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、实现梦想、享受生活。然而，时间是最公平的，它给予每个人都是一天24小时。那么，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在同样的时间里完成更多的事情，并且过得更加从容自在呢？答案就在《时间的礼物》这本书中。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提供了一系列实用的时间管理技巧，更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看待时间的方式。它让我们明白，时间不是我们的敌人，而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。通过合理的规划和利用时间，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在这里，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故事。据说，有一次爱因斯坦被问到，如果给你1个小时去解决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，你会怎么做？爱因斯坦回答说，我会用55分钟来思考问题，然后用5分钟来解决问题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解决问题并不在于你投入了多少时间，而在于你如何有效地利用时间。《时间的礼物》这本书正是教会我们如何像爱因斯坦那样，智慧地掌控时间。核心理念：时间是一种选择，而非限制。《时间的礼物》开篇就提出了一个颠覆传统认知的观点：时间不是一种限制，而是一种选择。我们常常抱怨时间不够用，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选择了如何分配时间。桑德斯在书中写道，我们总是说我没有时间，但实际上我们的意思是，那不是我的优先事项。这个理念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心理学原理及自我决定理论。该理论认为，人类有3种基本心理需求：自主性、胜任感和归属感。当我们把时间视为一种选择时，我们就是在行使自主性，这会让我们感到更有掌控感和满足感。那么，如何将这一理念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？桑德斯建议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：一、明确优先事项，每天早上花几分钟时间，列出当天最重要的3件事，并确保优先完成它们。2、学会说不，不要害怕拒绝那些不符合你优先事项的请求或任务。3、设定界限，为自己设定明确的时间界限，例如每天工作不超过8小时，或者每周至少抽出1天时间陪伴家人。2、习惯1，设定明确的目标。设定明确的目标是时间管理的基础。没有目标，我们就像在茫茫大海中航行，没有方向。桑德斯在书中指出，目标是我们时间的指南针，它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。设定目标能够激发我们的内在动机，让我们更有动力去完成任务。根据目标设定理论，明确且具有挑战性的目标能够提高我们的绩效和成就感。SMART 原则，设定目标时，要确保目标是具体的 specific 可衡量的 measurable 可实现的 achievable 相关的 relevant 还有时间限制的 time or bound。2、分解目标，将大目标分解成若干个小目标，并设定每个小目标的完成期限。3、定期回顾，定期回顾目标的完成情况，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3、习惯2，学会优先排序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常被各种琐事缠身，陷入忙碌的陷阱。桑德斯在书中强调，忙碌并不等于高效，我们需要学会区分重要和紧急的事情，并将时间优先分配给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。艾森豪威尔矩阵是一个经典的时间管理工具，它帮助我们区分不同类型的事情：一、重要且紧急，需要立即处理，例如危机情况、截止日期临近的任务等； 2、重要但不紧急，例如长期规划、关系维护、自我提升等； 3、不重要但紧急，例如一些干扰性任务、一些会议等； 4、不重要且不紧急，例如一些浪费时间的事情、无意义的社交活动等。使用艾森豪威尔矩阵，每天早上花几分钟时间，将当天的事情按照重要性和紧急性进行分类，并优先处理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。2、避免拖延，对于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，要尽早开始行动，避免拖延。3、学会授权，将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授权给他人处理，腾出更多时间处理重要的事情。4、习惯3，消除干扰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受到各种干扰，例如电子邮件、社交媒体、手机通知等。这些干扰不仅会打动我们的思路，还会让我们浪费大量的时间。桑德斯在书中指出，消除干扰是提高效率的关键。注意力残留理论认为，
当我们被干扰打断时，我们的注意力并不会立即回到原来的任务上，而是会残留一部分在之前的任务上，这会降低我们的工作效率。一、关闭通知，在需要集中精力工作时，关闭电子邮件、社交媒体和手机通知。二、设定专注时间，每天设定一段专注时间，例如每工作50分钟，休息10分钟，在专注时间内专注于手头的任务，不受任何干扰。3、创造一个无干扰的工作环境，例如整理好办公桌，关闭办公室的门，使用降噪耳机等。5、习惯4、学会休息。很多人认为休息是浪费时间，只有不断工作才能取得成功。然而，桑德斯在书中强调，休息是高效工作的基石。适当的休息不仅能让我们恢复精力，还能提高我们的创造力和工作效率。注意力恢复理论认为，我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，长时间的工作会导致注意力疲劳，而休息可以帮助我们恢复注意力，提高工作效率。一、工作休息循环，例如使用番茄工作法，每工作25分钟，休息5分钟，每完成4个循环后，进行一次长时间的休息。2、运动休息，例如每工作1小时，站起来活动一下，或者做一些简单的拉伸运动。3、冥想休息，每天抽出几分钟时间进行冥想，可以帮助我们放松身心，提高专注力。6、习惯5、反思与调整。时间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，需要我们不断的反思和调整。桑德斯在书中写道，我们不可能做到完美，但我们可以不断进步，定期反思自己的时间管理方法，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，是实现高效时间管理的关键。自我反思是一种重要的自我调节机制，它可以帮助我们识别问题，总结经验教训，并制定改进计划。1、每日反思，每天晚上花几分钟时间，回顾当天的时间管理情况，总结经验教训，并思考改进方法。2、每周回顾，每周抽出一些时间，回顾过去1周的时间管理情况，评估目标的完成情况，并制定下1周的计划。3、定期调整，根据反思的结果，不断调整自己的时间管理方法，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需求。以上就是《时间的礼物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。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时间管理的指南，更是一本关于如何过好我们人生的指南。它教会我们如何珍惜时间，如何做出明智的选择，以及如何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现在，我想再次强调，这本书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。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，让我们重新审视时间，并学会如何更好地利用它。它就像是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。那么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，阅读《时间的礼物》，并将其中的理念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。相信我，当你开始践行这些习惯时，你的生活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记住，时间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，而如何利用时间，决定了我们的人生质量。让我们从现在开始，珍惜每一分每一秒，把时间变成我们最强大的盟友，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最后，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：时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，而如何利用时间，决定了我们的人生价值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时间的主人，掌控自己的命运，过上更加充实、幸福和有意义的生活。谢谢大家。